今年4月，2颗肉眼可见的彗星即将到访，其中一颗极大可能会成为年度乃至本世纪最亮的彗星。对于北半球的天文爱好者来说，平均每10年才能遇到一颗达到肉眼可见标准的亮彗星，而能在同一个月内遇到2颗这样的彗星，在过去100年里只出现寥寥数次。也是在学营销号那套吗？还真不是，这2颗彗星单拎出任何一颗都是年度级的天文大事件。首先就是 C2026A1 MAPS， 是最近60年来发现的尺寸最大的克鲁兹族掠日彗星之一。上一颗还是1965年创下纪录的耻骨关彗星，时隔61年，我们才能再次见到这样一颗潜力彗星。永远不要停止思考。大家好，我是阿一，我是娜娜。最近我们身边的彗星重度爱好者都不淡定了。如果你从来没有见过彗星，那么这2颗彗星你一定不要错过。今天我们就先来讲讲这颗让全球天文圈既紧张又兴奋的掠日彗星 C2026A1 MAPS。 首先来说 A1 这颗彗星是在今年1月13号由智利 MAPS 项目首次发现的，发现时亮度仅仅 19.2 等，距离太阳大约 2.06 个天文单位，距离地球约 1.43 个天文单位。亮度方面，极端的预测它可能会达到-16等那么亮，这个亮度呢比满月还要亮30倍以上。不过不要觉得这个亮度很离谱，看到最后你就知道这个亮度是怎么来的了。那这颗彗星通过轨道计算，它是一颗罕见的大质量克鲁兹族掠日彗星。什么是克鲁兹族彗星？这是一种在太阳系里边很特殊的彗星族群，它们全部来自同一颗巨型的母彗星。这颗母彗星曾经抵达近日点时发生了分裂，形成了无数的子彗星，所以它们的近日点离太阳都很近，会直接冲进太阳的日面层。讲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人类有记录以来最亮的彗星之一，1965年的耻骨关彗星，它就是克鲁兹族的成员。它在近日点的时候，距离太阳表面仅仅46万公里，峰值亮度达到了惊人的-17等，白天正午的时分，肉眼都能看得清楚。它没碎吗？它最后还是碎了。而这颗 A1 彗星是近60年来克鲁兹族里边发现的尺寸最大的彗星之一。你想啊，它在1月份的时候，距离太阳2个天文单位都能被发现，也就证明了它的大小是很可观的。根据目前3月最新的光谱观测和光变曲线计算，它的汇合直径达到了2.4公里那么大，而绝大多数的克鲁兹族掠日彗星汇合直径仅仅几百米，所以这也就是它可能熬过太阳炙烤的核心底气之一。那按照我的理解，它最终会不会被我们用肉眼看见，取决于它会不会碎掉吗？对，没有错。我们来看看它的轨道参数，就知道它确实有碎裂的风险。A1 的近日点时间是北京时间的4月4号22点20分，近日点距离大约是0.0011个天文单位，也就是16.5万公里。要知道，太阳的半径就有69.6万公里，这意味着它会从距离太阳表面的位置直接穿过太阳的日面层，届时它的表面温度会飙升到5500摄氏度以上，和太阳表面的温度是几乎持平的。在这个过程中，它就很可能被太阳的引力撕扯，或者是因为温度过高而碎裂。那关于大家最关心的亮度变化问题，截止26年的3月中旬，国际小行星中心 MPC 最新观测数据显示，它的亮度已经提升到了9.8等，汇发直径达到了1.5角分。在无光污染的郊外，用100毫米以上的天文望远镜已经可以看到了它的汇合和微弱的彗尾。当你看到这条视频的时候，它的亮度应该已经达到了肉眼可见的程度了。而它的亮度峰值完全取决于它能否扛过近日点的生死考验。那么这里就有2种预测情况。第一种悲观的情况，汇合在近日点的前后，因为太阳的潮汐引力和高温的炙烤就发生了解体。这种情况在克鲁兹族彗星里边是极其常见的，最典型的就是2013年的 ISON 彗星，同样是被寄予厚望的克鲁兹族彗星之一，最终在太阳的炙烤下完全解体，亮度暴跌，最终以失望收场。那么如果 A1 解体了，它的亮度也会快速的下降，最终只能通过大口径的望远镜来观测，变成空欢喜一场。第二种就是乐观的情况了，由于它的体积很庞大，汇合结构完整，成功闯过近日点未发生解体的话，那么在近日点后的12小时到24小时，也就是4月5号凌晨到白天，它的峰值亮度将会达到-3到-4等，和夜空中最亮的
行星金星的亮度相当。那这个时候，我相信绝对是一场难得的天文盛宴。那按照你说的，一会儿亮度又是-16，一会儿又是-3、-4，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时候又要给大家讲讲网上各种天差地别的亮度预测到底是怎么来的。核心就在于彗星的亮度预测是2种完全不同的计算逻辑。首先是轨道动力学计算亮度和光变曲线拟合亮度，前者呢是目前天文界最主流的、最严谨的亮度预测方法。它的核心逻辑是基于彗星的精准轨道根数，结合汇合的各项数据，计算出彗星的亮度潜力。简单来说，就是先计算彗星能喷发出多少反光物质，再算这些物质能够反射多少太阳光到地球。我们提到的-3到-4等的峰值，就是结合 A1 彗星目前的全球观测数据计算出的合理区间，同时呢还预留了汇合爆发的冗余空间。而那个-16等的极端预测是来自于经验光变曲线拟合。这种方法的逻辑是基于彗星过往的亮度变化数据，拟合出一条经验公式，再把未来的日星距套进公式里边，外推出未来的亮度。直白的来说，就是它过去涨了多少，未来就按这个比例接着涨。这个算法有个好处，对，就是可以继续给营销号起很惊悚的标题。那确实，讲完了亮度预测的2个不同数据的出处，我们还要明白星等的差距。首先要知道，星等这个数字越小，说明星星越亮；反之，数字越大，星星越暗，那就是负的比正的要亮。再来讲讲我们提到的星等，分为视星等和绝对星等。视星等就是我们在地球用肉眼去看天体的亮度，而绝对星等呢，它反映的是天体本身发光的能力。这个体系呢，对于恒星是极其好用的，因为恒星是稳定的点光源，而彗星完全不一样。彗星它不是点光源，而是一个持续变化的弥散面光源。大家看到的彗星亮度预测，也就是把彗星整个彗发、彗尾的所有的光全部积分压缩到一个点上，算出的等效星等。但实际目视的时候，彗星的光是铺在一片天区里边的，就像你把100瓦的灯泡做成了直径10米的灯箱。虽然总的亮度没有变，但是单位面积的亮度就会减小。而决定彗星实际目视效果的，除了总星等，还有2个关键的变量。第一个就是汇合活性越高，彗发就越致密，凝聚度就越高，目视的效果也就越好，甚至会出现突发的亮度爆发。第2个点呢，就是前向散射效应。简单来说，彗星的尘埃颗粒会把太阳光向前散射到地球的方向，就像你迎着光去看空气当中的灰尘，就会觉得灰尘格外的亮。这个效应呢，最多能让彗星的亮度翻10倍以上。弄懂了这些，你就知道你实际看到的和预测的是有差距的。那我懂了，其实上算法不同，得到的结论就不同。最重点的是这个彗星该怎么去观测。那这里也就提到了关键了。我们首先要提醒大家，由于 A1 达到近日点的时候，彗星本体距离太阳非常的近，不能直接通过肉眼去看到，也不推荐没有专业设备的小伙伴冒险去观测离太阳这么近的目标，很有可能会让你的眼睛受到不可逆的永久损伤。也不要直接用你的相机和手机对着太阳方向拍摄，否则你的设备也会损坏。除非你能确保太阳是完全落到地平线以下的，否则千万不能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直视太阳。那这个时候的 A1 彗星，它的本体实际上是只能被几个探测器给探测到。当然，这个是建立它在幸存的情况下，虽然无法直接观测它的本体，但是大家就可以看到它横跨地平线壮观的彗尾了。北半球的小伙伴想在亮度高峰的时候观测，推荐就是在近日点前后的1到3天左右，日落后的1个小时内的这个时间去观测。当然得提前准备好，选择光污染小且西方太阳落下方向没有遮挡的位置，就可以一睹它的风采了。说真的，我已经非常的迫不及待了。我也迫不及待了。那么进入到4月，我们的频道会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直播带大家看看这一颗彗星，同时也会更新下一集和大家聊聊另一颗观测时间相对友好的 R3 彗星。如果你喜欢观星或者是没有条件去观测它们，一定要记得点个关注。我们祝大家能够一睹这颗彗星的风采。那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